如果不摆脱对中国的稀土依赖，日本的未来只能是死路一条。这是2010年遭受中国稀土制裁后，日本举国上下产生的一致共识。为此，这些年日本政府没少在稀土问题上忙活，投入了大量资金和精力，可到最后却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自己玩不转复杂的提纯工艺，只能任由囤积的稀土矿砂生锈贬值就算了，还被三哥这个二道贩子给摆了一道，偷偷从中国低价进口稀土原料，然后转头就加价卖给自己。今年6月，印度的一纸断供令更是狠狠抽醒了日本稀土独立的美梦。如今，稀土去中国化已经成为日本一个挥之不去的执念。那么问题来了，精心布局了10几年，为何日本的稀土产业还是始终搞不好？稀土问题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众所周知，稀土被称为工业黄金和工业维生素，其特有的高磁能特性使其成为永磁材料的关键部分，广泛用于电子、石化、冶金等众多领域，同时也是先进装备制造业、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等高新技术产业不可或缺的原材料。可以说，21世纪几乎所有的高科技产品都离不开稀土。而以精密制造业而著称世界的日本，对稀土的需求量极其庞大。然而，由于自身国土面积狭小、资源匮乏，日本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全球稀土进口量最大的国家之一。一直以来，日本的稀土资源都极其依赖中国。在2010年之前，日本对中国稀土的依赖程度一度达到了 90% 以上，尤其是那些顶尖磁材用的钕锱，几乎是中国独家专供。2010年9月钓鱼岛撞船事件后，中日关系急剧恶化，中国决定对日本实施稀土出口限制，将稀土出口配额从2009年的5万吨骤降至2011年的约3万吨，降幅近 40%。同时加强对于稀土的监管力度，严打稀土走私、盗采行为，此举直接导致全球稀土价格来了一波暴涨，像打了鸡血一样蹭蹭猛涨。短短3年内，钴钕产品的价格直接从每吨不到20万翻到了170万每吨。生产高性能钕铁硼的核心原料氧化钴钕的价格更是从3万元每吨飙升至70万元每吨，涨幅超过20倍。这如同一记当头闷棍，夯得日本举国上下眼冒金星，找不着北。这波稀土断供危机迅速扩展至整个日本制造业产业链，其电子、汽车、新能源等产业都遭受巨大冲突。众所周知，稀土是混动车的重要原材料资源，因此车企成为了这场危机中的最大受害者之一。在稀土资源缺乏的情况下，丰田的生产线被迫停工3个月，企业信誉直接大打折扣，客户们的投诉简直要比东京湾里的鱼都多了。于是，日本政府迅速拟定了稀土突围计划，宁愿投入上千亿日元，上穷碧落下黄泉，也要找到能够替代中国的稀土供应源。于是，凡是哪里有稀土，基本哪里都有日本的身影。又是砸钱跟邻国蒙古联手开发稀土资源，又是豪掷 1.3亿美元开发澳大利亚矿山，还联合法国启动建设了全球最大稀土回收工厂。一番操作下来，钱是没少花，腿是没少跑，结果回头一看，稀土供应依旧半死不活。眼看稀土储备不期就将告罄，日本更是加快了四处搜寻稀土的脚步。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恰巧当时的印度总理辛格到访日本，日本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忙不迭地同印度接触，寻求达成稀土贸易的可能。于是在2012年11月中旬，日本与印度达成了稀土资源长期协议。协议内容简单说就是由印度提供稀土原材料，日本负责加工提纯，双方共同开发稀土供应链。合作是达成了，但三哥的稀土底子如何，三哥自己能不知道吗？印度坐拥690万吨的稀土储量，位居全球第3，这一点不假。但因为缺乏先进的稀土精炼和加工技术，因此印度每年的稀土产量占全球的比例甚至不足 1%， 连中国的零头都够不上。这也导致印度稀土的年需求缺口十分巨大，近 60% 的稀土原料依然得依靠从中国进口。而就印度的稀土提纯技术而言，连自身的需求都难以满足，更遑论每年大规模出口给日本了。那为啥印度还要跟日本达成稀土贸易协议呢？因为三哥从这里头嗅到了巨大商机。只见印度摇身一变当上二道贩子，瞒着中国与日本玩了手灯下黑，一边偷偷从中国低价进口稀土原料，一边稍加做工，然后转手贴上印度制造的牌子，高价卖给日本。日本这边呢，自然也知道印度的稀土质量没多过关，但好在有了稳定的供应源，至少摆脱了对中国的稀土依赖。谁曾想到自己手里的印度稀土依然是血统纯正的中国货。根据2012年印度政府与日本达成的合作协议，印度稀土有限公司只需向丰田通商旗下子公司位于印度的丰金公司供应稀土原料，经该子公司加工提纯后，这些关键原材料出口至日本，最终用于永磁体的制造。就这样，10几年来，日本每年都支付高昂的溢价，采购近1000吨的印度稀土。10几年来，双方一直相安无事，直到2025年6月13号，印度稀土企业 IRE 忽然向丰田通商子公司发去通知，以优先保障本国电动车产业的稀土需求为由，单方面终止履行对日稀土协议。
这突如其来的断供通知给日本打了个措手不及。不是哥们儿，这可不是什么玉米牛奶之类的，你断供了我也不难找下家，这可是稀缺的稀土资源啊，说断供就断供了，一时半会儿你让我去哪儿找下家去？那么印度为啥要突然切断了对日本的稀土供应呢？这事儿还得从前几个月说起。今年4月，中国收紧了稀土出口，以反制美国对华关税，还严查东南亚的转口贸易，结果直接让印度的库存见底，运往印度的汽车零部件出现延误，引发印度车企对生产受阻的忧虑。在印度宣布断供稀土的前一天，印度外交秘书唐永胜还在请求中方放宽稀土的出口限制，但最终得到只是可以继续沟通的外交辞令。三哥虽然爱财，但人家毕竟不傻，分得清轻重缓急，在这个节骨眼上，只能选择先保自己国内了，于是才直接切断了对日本的稀土供应。好，这里再转换到日本的视角，日本这时候也后知后觉的明白过来了，不禁猛拍脑门，好家伙，感情自己这10几年来一直买的都是中国货，到头来13年的稀土去中国化，到底还是去了个寂寞。那自力更生，改进技术，减少稀土需求，这条路总能走得通吧？很遗憾，照目前的状况而言，答案依旧是否定的。自从2010年之后，日本政府就寻求产业技术改进，企图减少精密仪器中的稀土用量，比如索尼那个雄心勃勃的城市矿山计划，吭哧吭哧回收了10万台旧 PS4 游戏机，想提炼稀土，结果捯饬了半天，只抠出来可怜的200公斤，还不够生产线塞牙缝的。再比如，据日经中文网报道，日本 Proterra 公司成功开发出一种不含铝和重稀土的电动汽车电机磁铁，并通过了相关测试。这么成功的技术突破，为什么不赶紧端上来进行全国推广呢？答案很简单，因为稀土用量是少了，但每台电机的制造成本直接上涨了 12%， 这么算下来，根本不比用稀土矿划算多少。让你们去补西墙，结果你们给出的解决方案居然是拆东墙。日本政府看完估计人都麻了，稀土替代计划行不通，那我老老实实找稀土资源总可以了吧？别看日本土地狭小，看上去根本不像有多少稀土的样子，结果还真让他们找到了。大约在2012至2013年，日本东京大学和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在南鸟岛附近的日本专属经济区进行海底地质调查时，意外地探测到了一个惊喜。据称，他们在水深约5600至5800米的深海海底泥层中探测到含有异常高浓度稀土元素的沉积物。据估算，该区域约1平方公里的腹地区就含有约160万吨稀土氧化物。进一步推测，整个南鸟岛周边约2500平方公里的区域潜在储藏可能高达680万吨，甚至更多。可能是被突如其来的惊喜冲坏了脑袋，这个团队甚至还做出了最乐观的估算，40亿吨。这一消息很快引发轩然大波，不少日本媒体直呼稀土自由。按照当时全球每年10万至15万吨左右的消耗量计算，倘若这一矿源投入使用，足以供全球使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接着，日本政府雄心勃勃地宣称要在5年内实现商业化开采，彻底摆脱对中国稀土的依赖。结果呢，10几年过去了，日本的深海采矿车仍旧卡在2400米深度，难以再往下深入，距离深埋在5000至6000米深处的稀土资源还有1倍多的距离。而且，深海开采最致命的一点是，每往下一点，开采的难度都会几何倍增长，对技术设备的要求也会变得更加苛刻。这下好了，捯饬10几年，稀土资源是一点没见着，反倒给海里的鱼鱼虾虾给折腾得够呛。日本稀土专家工藤健在2024年公开承认，我们低估了深海采矿的复杂性，高估了自身技术能力。尽管遭遇瓶颈，但日本并没有放弃开采深海稀土的计划。2025年7月1号，据日经亚洲报道，日本计划于明年1月正式启动首个从近海矿床开采稀土矿物的试点项目。报道介绍，目前日本海洋开发研究机构已经在日本的离岛南鸟岛附近部署了深海科学钻探船地球号部署，计划开采当地水深5500米海底的泥浆。日本方面希望能在3周的时间内收集35吨的海底泥浆，并运送回本土做分析提炼。据估算，每吨泥浆可提取约2公斤稀土，看似还算说得过去，但如果把成本算上呢？据报道，本次试采工作前期经管道等物资调配费用就高达120亿日元，约合8300万美元。仅仅是一次试采，日本就要负担高的吓人的成本。倘若正式投入建设，日本无疑将面临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天文数字，大把大把的美金恐怕都难以填上这个无底洞。综上所述，10年来，日本在稀土资源多元化供应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整体仍难以摆脱对中国稀土产业链的依赖。至少短期内，中国在稀土产业的主导地位依旧不可撼动。日本已经被摆脱中国稀土依赖的执念纠缠了太久，以至于忽视了一个客观事实：自己的稀土独立之路注定荆棘密布，遥遥无期。日本正在寻求第3次开国。
而他们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压过中国，重新称霸东亚。10月5号，日本新上任的防卫大臣木原忍刚刚被提拔，就急匆匆地会见了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而且这次双方讨论的话题也非常敏感，因为木原忍正在竭尽全力从美国引进战斧导弹，如果这计划成功实行，日本的军事能力将被大大增强。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日本方面第一次做出这种令人紧张的举措了。自从本世纪初以来，日本政府就不断突破各国底线，不停地发展本国的军事实力。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客这一系列令人啧舌的行为背后，隐藏着他们第3次开国的野心。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经济迎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许多人将明治维新说成是一场全盘西化的政治改革，其实是有些欠妥的。因为明治维新并没有局限在政治方面，更没有全盘采纳西方人的发展经验。比如，日本社会虽然经历了一轮改革，设立了像国会这样的民主机构，在那之后，国会也通过了宪法，国民的权利似乎是得到了保证。但是日本宪法中最重要的一条规则就是要维护天皇的权威，就连宪法和所谓的国会都是在天皇的恩典下设立的。因此在明治维新开始之后，许多人按照日本的传统习惯，将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发展称之为日本的第一次开国。实现了第一次开国之后，日本很快就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明治政府先后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这2场战争最终都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而这个结果也将日本的军国主义推向了高潮。当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思潮走向狂热之后，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也就难以避免了。于是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相继爆发。在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后，由于英国和美国的军队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日军的确在初期占到了一些便宜。但当美国庞大的工业机器开始运转之后，日本军队面对的战况就开始急转直下了。1942年4月，美国空军将领吉米·杜立特就率人轰炸了日本的首都东京。这次空袭也让无数的日本人开始意识到，战火真的烧到了他们的面前。但杜立特的空袭仅仅只是一个开始，随后柯蒂斯·李梅又用燃烧弹将全日本的木质房屋烧了个精光。到了1945年的时候，日本军队根本无力再战了，他们除了投降，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当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后，令日本人格外骄傲的第一次开国也就随之结束了。平心而论，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开国的确使他们走向了世界，但是由此所带来的军国主义恶果却给亚洲各国的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战争结束之后，整个日本都是一片断壁残垣的景象，大概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国家将迅速从废墟中崛起，实现他们的第2次开国。2战之后的欧亚大陆几乎都是一片废墟，美国为了断绝日本人再次发动战争的念头，也开始着力推动日本实现政治民主化。但就在这个时候，朝鲜半岛爆发了激烈的内战，代表着社会主义阵营的朝鲜人民军一路节节胜利，这让美国人极为不安。为了防止共产主义的势力在东亚扩大，美国几乎立刻制定了一系列入侵朝鲜半岛的计划。而这个时候，前线的美军也需要一个后勤补给基地，日本刚好可以扮演这个角色。美军进入朝鲜半岛之后，日本国内的各个工厂企业迅速开足了马力，为美军提供生产保障，而这相当于再次给日本的经济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大量的日本人前往海外购买资产，一时之间，全世界都是日本投资客们的身影。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当时的日本商人一度买下了美国全部地产的 10%， 似乎当年日本人通过武力没有实现的目标，就要被他们以商业的手段实现了。因此，美国国内的资本财团也开始疯狂给他们的政府施压，要求当局增加对于日本投资客的限制。于是，一张针对日本经济的大网也被徐徐拉开了。1985年9月，美国、日本、德国等国的财政部长聚集在纽约的广场饭店，随后他们共同签署了一份协议。根据这份协议的内容，日元将在之后实现升值，而美元则会相对应的贬值。这份协议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广场协议。此时，许多日本人还没有明白过来，这份广场协议对于他们和他们的国家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由于日元的快速升值，许多由日本出产的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很快就失去了竞争力，日本经济的发展脚步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毫不夸张地说，日本在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迎来的良好发展局面就这么被美国人硬生生地打断了，日本经济从此一蹶不振，日本人也集体堕入了
失去的30年。对于日本人来说，当他们的财政大臣在广场协议上签下姓名的那一刻，他们国家的第2次开国就已经结束了。从此以后，他们的生活中只有无边无际的黑暗，直到今天，日本人也没有走出来。前2次开国给全日本社会造成的强烈冲击，也使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尽快实现第3次开国。而这一次，日本人的目标是称霸整个东亚地区。其实早在本世纪初，就有日本学者提出了所谓的第3次开国的概念。虽然这个概念没有太多具体的阐述，但它的目标是十分清楚的，让日本重新成为东亚地区的霸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从小泉纯一郎到今天的岸田文雄，每一位日本首相都不断致力于发展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推动之下，日本甚至废除了合并宪法中永不再战的条款，实现了对军事力量的解禁。也正因如此，许多人将安倍晋三政府看作推动日本再次实现军国主义的元凶首恶。不过，日本要想实现第3次开国，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首先要解决的一个大麻烦，就是位于大洋彼岸的美国。虽然美国在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出于政治上的考量，一直在扶持日本和韩国，但对于日本这个曾经与自己交战过的强劲对手，美国人还是时刻保持着提防的心态。所以，尽管日本已经被美国政府当成了所谓的亲密盟友，但驻日美军丝毫没有要撤走的迹象。美国人这就相当于在日本的脖颈上套上了一条锁链。而日本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第3次开国，就必须实现完全的独立自主，但这一点恰恰又是美国绝对不能够接受的。另外，从经济体量和国土资源等方面来看，日本在近代以来的2次崛起带有不少偶然的因素，因为归根结底，这个国家只是一个位于东亚地区的小国。目前，日本政坛上的部分政客幻想着依靠美国实现第3次开国的目标，其实是根本没有看清楚事情的本质。从始至终，美国都不是真的想帮助日本实现崛起，日本对于美国来说也只是一个趁手的工具。虽然日本的新任防卫大臣木原忍看似和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打成了一片，但美日两国的貌合神离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当然，从短期内来看，日本政客们并不会放弃实现第3次开国的目标，因为他们当中仍然有一些人沉浸在过去军国主义的旧梦里无法醒来。但历史和现实总会给他们一个恰当的答案。